国家那是苦口婆心啊，磨破了嘴皮子，劝大家别去日本凑热闹。可是偏偏有人觉得自己头铁，非要往他枪口上撞。这不，2月18号啊，这大过年的，北海道那边传来个响动，咣当一声啊，这一啤酒瓶子下去啊，不但把一位52岁的中国人脑袋开了瓢，更把那层所谓的礼仪之邦的窗户纸啊给捅了个稀巴烂。2026年的2月啊，一位52岁的中国大哥，本想学着日剧里的样子啊，在这个酒店餐厅里小酌几杯，可是他万万没想到，他以为是来旅行的，结果是来见证文明崩塌的。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位50岁当地的社会精英，平时大概也是出这种高档写字楼的啊，开口闭口都是礼仪的成功人士。但是那晚这层文明的皮碎得比啤酒瓶还快，没有预警，没有征兆，仅仅是因为一点微不足道的口角，这位西装革履的精英直接抄起了啤酒瓶啊，对准我们同胞的额头就是一记重击。这个警察来了以后呢，这个事啊就更有意思了。这个日本施暴男被抓了，面对这个警察的盘问，人家那是相当淡定啊，甚至还带点狡辩的幽默感。他承认打人了吗？承认了。他说我是用啤酒瓶打那个中国人，但是重点来了，人家的后半句是，但是我否认造成他受伤。嘿，你听听这是人话吗？你都拿这个啤酒瓶子给人家开了瓢了，你跟我说没受伤？合着在你眼里，除非把这个人打死才叫受伤是吧？那这种典型的日式诡辩，真让人见识到什么叫虚伪到骨子里啊！这就好比吧，我扇了你一巴掌，把你的牙都打掉了，然后我跟你说，我承认我的手碰到了你的脸，但是我否认把你的牙弄掉了，那是你的牙齿自己想下岗。这就叫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还会钻这个法律空子。那如果说这只是一个酒鬼发疯的个案，那咱们也就不说什么了，那毕竟林子大了嘛，什么鸟都有。但是这个事最让人心里发寒的不是那个流血的啤酒瓶而是事发后日本网络上那些叫好声啊。那这些事啊，在这个日本上热搜，媒体一曝光啊，底下的评论区是瞬间炸锅。你以为这个日本网民会说，哎呀，太野蛮了，有损我们大和民族的形象吗？错，大错特错。绝大多数的日本网民啊，那是一边倒地的支持那个施暴者。咱们来听听那些让人血压飙升的言论有个日本网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在忍耐，哪怕是个忍耐力很强的日本人，也终于忍不住爆发了。这话说的好像打人的反而成了受害者，合着你们拿瓶子砸人脑袋是因为你们委屈了？这就好比吧，强盗抢了东西，还说是因为这个事主走路姿势太嚣张，让他看着不顺眼。那还有人说，无论在餐厅还是大浴场，中国游客都是那个破锣嗓子大声喧哗，我也想举起啤酒瓶揍人，我非常理解那个高管的心情。甚至还有一大帮人呼吁警方把那个英雄放了，他只是做了我们想做但不敢做的事儿，这是正当防卫。各位听到我这儿，你是不是会觉得后背发凉啊？这就是咱们很多人心心念念要去旅游的那个什么文明国家啊，这就是那个见面要鞠躬，垃圾分类做到极致的日本。在这个温良恭俭让的面具底下藏着的竟然是这样一股子暴力和仇恨啊！那他们平时呢对你笑，那是为了赚你的钱，是为了维持那个虚假的社会面子啊！一旦这层窗户纸捅破了，或者说有了导火索，那比如说是喝了酒，他们骨子里那种对这个华人的歧视和敌意啊，就会像这个火山爆发一样，挡都挡不住。那个50岁的高管不就是个典型吗？白天他是这个西装革履的文明人，晚上呢他就是拿着啤酒瓶暴徒，这不就是菊与刀吗？一边拿着菊花装高雅，一边呢藏着刀子，随时准备捅你一刀。只有这种极少数的日本网民啊，弱弱的说了一句，无论如何打人是不对的，但是这片声音瞬间就被淹没在这片喊打喊杀的狂欢里了。这网友的评论真的是太到位了这就叫图穷匕见。平时吧装得像个人，一沾上中国俩字儿，立马现原形。这哪是素质高啊，这分明就是压抑太久了，心理扭曲了。去这种地方旅游，那不是送钱，那是危及生命啊！那咱们得好好掰扯掰扯这日本人所谓的忍耐到底是啥？那媒体报道说，是因为这个中国游客在餐厅里礼仪不规范引发的冲突。
行，那咱们退一万步讲啊，哪怕这位52岁的大哥呀，说话声音大了一点儿，哪怕他不懂这个日本那些繁琐的像裹脚布一样长的餐桌礼仪，但这就值得你拿这个啤酒瓶子往死里打吗？在咱们中国，这个邻桌吵个架，顶多也就是互相对骂几句，或者说找这个老板来调解，直接下狠手，那是黑社会干的事儿。但是在这个日本网民嘴里啊，这就成了什么正义的制裁？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啊，中国人就是低人一等的。他们就觉得呀，你们就该老老实实的像个透明人一样来消费，把钱留下，然后闭嘴滚蛋。如果你敢发出一点声音，破坏了我们所谓的空气，那你就是罪人，我就有权教育你。这种心态啊，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那这几年这个日本国内的媒体那是没少下功夫呀，天天在那渲染中国威胁论，天天在那边放大中国游客的负面新闻。你看那个高市早苗啊，他为什么能高票当选？为什么能在这个政坛呼风唤雨？那不就是因为他反华反的最起劲吗？他越是骂中国，这日本的老百姓越给他投票。这说明啥呀？说明这个反华已经成了日本的政治正确，成了他们的流量密码。在这种舆论环境下泡大的日本人，这脑子里面装的都是对中国的偏见和敌意。所以啊，当2月14号，也就是情人节那天，同样是在这个札幌咱们一个年轻游客在店里等位，就被一个日本人无端辱骂，让他滚出日本。那紧接着4天后，这位52岁的大哥就被爆了头。这不是巧合呀，这是必然。这就是一个充满火药桶的社会，只需要一点点火星。比如说是这个中国游客一句大声说话，就能引爆他们的暴力倾向。而最可悲的是啥呢？咱们的有些同胞啊，还活在日中友好的幻梦里，他们觉得，那些都是政治，跟咱们老百姓嘛没关系。日本的老百姓嘛还是很好的，你看他们这个服务多周到啊，马桶盖多热乎。醒醒吧，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当90%的日本人都对你有反感情绪的时候，你凭什么觉得你自己能碰上那剩下10%？你以为你是去享受这个服务的上帝，其实在人家眼里，你就是个行走的钱包，甚至是个讨厌的闯入者。那说到这儿吧，咱们不得不把这个矛头转回来啊，聊聊咱们自己人。这话吧，虽然是有点难听，但真的不吐不快啊。国家是没有提醒吗？这各大领事馆这几年那是发了多少次预警啊？春节前夕，外交部那是苦口婆心的劝，非必要不前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差拿着大喇叭在你耳边喊了，那边危险，那边不欢迎你，别去送人头。可是呢，还是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拦都拦不住啊。你可以打开那个朋友圈看看春节期间多少人在晒这个北海道的雪景啊，在晒这个东京的铁塔，在晒银座的购物袋。他们心里面可能在想，国家那都是吓唬人的，我去过好几次了，也没有见有人打我呀。这就是典型的侥幸心理啊。这位开瓢的那估计也是这么想的，他可能觉得吧，自己有钱，住着这个高档酒店，吃着高档餐厅，怎么可能会遇到这种事儿？结果呢，那个啤酒瓶子可不认识你有多少钱，他只认识你那张中国脸。那咱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人家都已经在这个网上叫嚣要揍你了，你还非要舔着脸凑过去，这不是不长记性是什么呢？你拿着在国内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跑去日本消费，拉动他们的 GDP， 结果呢，钱花了还要被人家骂，被人家打，最后吧还要被人家网民在网上羞辱一番。这就叫花钱买罪受，花钱买屈辱。还有另外一个网友话说的扎心，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地球上那么多的好山好水，咱祖国的大好河山都看不过来，非得去那个鼻屎大的岛国找不痛快。你是缺那口生鱼片吃，还是缺那个工匠精神给你鞠躬啊？这下好了，脑袋开瓢了，长记性了吧？这个是吧，给咱们所有人都敲响一个警钟。现在的国际环境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地球村了。尤其是在日本那种右翼势力的抬头，那种对华仇视的氛围已经渗透了社会的毛细孔里咱们必须认清一个现实不要指望用你的钱去换取别人的尊重。在日本人眼里，你越是去爆买，越是去送钱，他们越是看不起你。他们会觉得看这帮中国人怎么骂他们，他们还是要来给我们送钱，真是没骨气。
相反，如果我们都能有点血性，哎，你说你不欢迎我，行，也不嫌去呢。我们都不要去日本旅游，都不去买他的东西。等到他们这个旅游业萧条了，等到他们那个商场没人了，等到他们那个 GDP 掉下来了，那个时候他们才会真正学会什么叫尊重。尊严这个东西从来不是靠别人的施舍求来的，而是靠自己的实力和骨气挣回来的。那个日本高管他为什么敢打人？因为他觉得打了吧也就打了，反正你们中国人还是会源源不断的来。那个日本网友为什么敢叫好？因为他们觉得你们离不开日本的产品，离不开日本的旅游，咱们得争口气啊！中国这么多好玩的地方，为什么要在那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呢？这次是啤酒瓶子，下次是什么呀？是刀子还是别的什么？别等到真的出了大事，别等到真的回不来了，才想起国家的劝告，那个时候后悔药就没地儿买了。好啦，今天这个事儿就聊到这儿啦，祝大家新年快乐！我是肖兰，我们下期再见。